人无意间撞见儿子的裸体，却因此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。她的惊慌顿时就引起了闺蜜的注意。¿Y esa cara? Tiene un miembro descomunal. 闺蜜听后哈哈大笑，连忙安慰她，这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。Parece una malformación. Es peor que una cola de cerdo. 乌苏拉越想越害怕，怀疑是自己与丈夫近亲结合种下的恶果。为了让她安心，皮拉决定为男孩补上一卦。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带6时刷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传世之作《百年孤独》。皮拉让阿卡迪奥随手抽出3张卡牌。阿卡迪奥听后欣喜若狂。就在这微妙的氛围即将升温时，乌苏拉及时推门而入。可谁也未曾料到，这句看似吉祥的预言竟彻底改写了阿卡迪奥的一生。深夜，阿卡迪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皮拉的身影在他脑海中反复盘旋。躁动不安的他按耐不住心底的悸动，悄悄溜出家门，双腿不受控制的一步步走向皮拉的住处。而皮拉也早已在黑暗中静静等候。这一夜，恶果悄然种下，两人的命运就此坠入了无法回头的漩涡。他们迅速陷入禁忌的私情，爱得热烈又隐秘，甚至大胆到在大白天偷偷牵手。可这一幕却被弟弟无意中看见。从此以后，阿卡迪奥对皮拉愈发痴迷，常常偷偷溜出家门与他幽会。在弟弟的不断追问下，他最终说出了这个秘密。虽然弟弟年纪尚小，却对哥哥的经历充满好奇，这也成了兄弟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。身为父亲的何塞依旧是老样子，整日埋在家里捣鼓各种新奇的小玩意儿，对家中的琐事毫不上心。也正是他的疏离，让孩子们在成长中缺少了引导。这天，他竟真的做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宝贝。他将一块特大号的玻璃打磨成凸透镜，在阳光的聚焦下，成功点燃了远处的帆布。看着他的研究成果，一家人兴奋不已，第一次真切地见识到了科学的神奇与魅力。很快，又到了1年1度热闹非凡的吉普赛商人集会。今年，吉普赛人不仅带来了更魔幻、更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，还带来了一样奇特的东西。它晶莹剔透，洁白如玉，表面冒着阵阵寒气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芒。何塞从未见过此物，还以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。其实，这不过是一块普通的冰块，但对常年生活在炎热的马孔多的人们来说，这已足够神奇。为了满足好奇心，何塞毫不犹豫地付了5硬币，亲手触摸冰块。那刺骨的寒意传来，却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，这让他更加渴望探索外面的世界。他立刻想起了自己的老友梅尔，但是却没见到对方的身影。何塞向一位表演魔术的老人询问，可对方却声称梅尔已经死在了新加坡。何塞听后顿时悲痛欲绝，梅尔是他唯一的知己，是懂他那些奇思妙想的人。知己的离世让本就孤独的何塞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，走进梅尔曾为他打造的实验室，回忆着过往的一切。何塞认为祭奠挚友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让梅尔传授的炼金术消亡，于是他拉着小儿子重新投入实验，试图用忙碌掩盖内心的孤独。而这份深入骨髓的悲伤也让他更加疏离了家庭，就连乌苏拉临盆他也未能陪在身边。深夜，乌苏拉独自一人忍受着剧痛产下了一个女儿。他第一时间检查孩子有没有长出猪尾巴。近亲婚姻让他对畸形后代的恐惧刻进了骨子里。第二天，家里热闹非凡，挤满了前来祝贺的亲人，而何塞才从实验室中惊喜万分地跑出来。他并非为女儿的出生而来，而是兴奋地宣告自己终于学会了炼金术，也炼出了真正的黄金。这无疑是双喜临门。Mijo, ¿qué te parece? Parece mierda de perro. Respeta. 看似是少年的叛逆，实则是长期被父亲忽视的宣泄。可他没想到这一句玩笑换来的却是父亲的一巴掌。这一巴掌打碎的不仅是他的自尊心，更是他对这个家最后的眷恋。满心愤懑的阿卡迪奥只能向皮拉倾诉，然而皮拉突然告诉他一个惊喜，她已经怀孕了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阿卡迪奥当场被吓得脸色发绿。对他而言，这不是惊喜，是灭顶之灾。他还未褪去少年的青涩，还未学会承担责任，这个惊喜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此后，阿卡迪奥陷入极度的焦虑与挣扎，他食不下咽，夜不成寐，内心备受煎熬。他来到喧闹的夜市，试图在那里寻找慰藉。一位性感的吉普赛少女映入他的眼帘，那是他平生见过最美的女人。他彻底被迷了心窍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乌苏拉才发现大儿子一夜未归，心中顿时升起一阵不安，赶忙带着小儿子上街四处寻找。终于从一位村民口中得知，曾看到阿卡迪奥与吉普赛人走在一起。当乌苏拉匆匆赶到集市时，吉普赛商队早已离开，而那个为了逃避责任的阿卡迪奥也跟着商队一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乌苏拉强忍泪水，眼神变得无比坚定。
他要找回儿子，无论天涯海角。这份执着是一个母亲的本能。随后，何塞召集了一群装备齐全的村民，一同前往森林深处寻找。可经过3天徒劳无功的搜索，他们不仅没有找到阿卡迪奥的踪迹，就连乌苏拉也杳无音讯。照顾刚出生女儿的重任就此落到了何塞的身上。曾经热闹非凡的家，如今变得冷清而空旷，只剩无尽的寂寥。何塞整日依旧沉浸在实验室中，寂寞无聊的小儿子偶尔帮忙打打下手，期盼着哥哥和母亲能早日回家。经过5个月的苦苦等待，奇迹终于发生了。这天，小儿子正在摆弄望远镜，无意间从镜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正是他们日夜思念的乌苏拉。他虽然没有找到大儿子阿卡迪奥，却从大沼泽地的另一边带来了一群会熟练使用各种生活工具的新人。这些人给马多孔小镇的建设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发展，让小镇逐渐变得热闹起来。同时，乌苏拉还带来了2个仆人，能帮助他们做饭、照顾孩子，减轻家里的负担。可小儿子依旧十分怀念哥哥，或许阿卡迪奥永远都不会回来了，可他却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夜晚，皮拉抱着一个襁褓中的男孩，悄悄找到了乌苏拉，神色愧疚地声称这个孩子是阿卡迪奥的。乌苏拉听后怒火中烧，他始终认为是皮拉害得自己的儿子离家出走，毁了儿子的一生。可孩子是无辜的，不该为大人的过错买单。乌苏拉最终答应留下孩子，却立下规矩，让皮拉永远不要再踏入这个家门，也永远不会让孩子知道他的生母是谁。因为皮拉的所作所为令家族蒙羞，皮拉只好无奈地答应。自从哥哥阿卡迪奥离家出走后，弟弟奥雷里亚诺也渐渐变得沉默寡言，像父亲何塞一样无休止地埋头在实验室里。奥雷里亚诺的沉默不是懦弱，是目睹了哥哥的悲剧，父亲的疏离后选择用孤独保护自己，这也是布恩迪亚家族孤独基因的延续。而随着奥雷里亚诺的成长，他身上那种预知未来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明显。这天，他突然告诉家人，家里很快就要有客人来了。果不其然，这份平静的生活被一个周日的清晨彻底打破。2位皮货商带来一个瘦弱沉默的11岁女孩，送到何塞家中。可何塞并不认识她，只收到一封匿名推荐信，称她是乌苏拉的远房表妹丽贝卡，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希望乌苏拉将她收留。丽贝卡浑身脏兮兮，头发蓬乱，无论家人如何询问，她都闭口不言，像个聋哑人，只是整日抱着一个骨质袋坐在摇椅上，警惕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乌苏拉虽感意外，但出于善良与家族的责任，还是决定收留她，安排她与小女儿阿玛兰达同住。可小女儿却在她的袋子中发现了一个头骨。更恐怖的是，丽贝卡根本不吃饭，而是在夜里偷偷蹲在菜地里吃土。这个神秘又怪异的女孩就像一个怪物，让布恩迪亚家族的心中都升起了一丝莫名的恐惧。以上就是《百年孤独》第2期的全部内容。这一期我们看到了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一个悲剧，阿卡迪奥的逃避，何塞的疏离，乌苏拉的无奈，其实都在诉说一个真相：孤独从来都不是天生的，而是亲情的缺失、责任的逃避、选择的错位，一点点酿成的苦果。它不会因为逃离而消失，只会因为逃避而代代传承。阿卡迪奥重复了父亲的缺席，奥雷里亚诺重复了父亲的沉默，这场孤独的轮回似乎从未停止。现实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阿卡迪奥，遇到困难就逃避，犯下错误就退缩，也可能是何塞，只顾自己的世界，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亲情。但请记住，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唯有勇敢承担责任，珍惜身边的人，学会在破碎中重建，才能打破孤独的诅咒，在悲凉的底色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微光，活出真正的人生。好了，我是景荣，咱们下期见。